Hello，大家好。这一期我们来看猴子的一个上路出装符文搭配，还有它的一个兑现情况。可以看到，猴子打上路的话，先做日炎。如果对面是 AP 上单，你就可以做璀璨回响。然后做波小反甲，紧接着就做神分，就开始带线赖着打。像刚刚你们看他的那个战绩神分之后呢，也可以选择做新装备那个璀璨回响，然后搭配一个其他装备也可以。因为那个时候的猴子其实又肉又痛。因为带的，首先一个点纯肉出装，再加上那个不灭这样子叠生命值，其实生命值是很高的。两个人哐叠不灭现在肉上单，对于很多射手来说都是一种噩梦，有时候。还是那种有优势的肉上的。对面浩然比较厉害，泰坦来说，但对面泰坦只要不掉点不送，那他在团战里面就很有画面。但灵活性的话，猴子会更好一些，能更好的粘到对方的 C 位。泰坦的话，还更多的需要去看队友。这里的话，可以尝试越塔的补给 EQA EQW EWQ 应该是 EWQ， 是一起手的，比较着急。没有说利用 W 把所有伤害打满。还有一个就是，得跟大家讲一讲，并不是所有都是所谓的高端局什么什么的。我说实话，我做这个频道，我并不是为了给你们这些所谓的你们自认为的高手。如果你们是高手，那你其实也不会看到我的视频。我更多的是喜欢给一些新玩家，然后一些普通玩家想提高自己的游戏上限，或者说学习一下这些绝活哥们，对吧？或者说高手们的一个思路，还有一个新的玩法，或者说对版本的一个理解。我也不可能说做到所有版本我都能解析得很清楚。我要是能这样子，其实我也不会说做这种。我要是很强，我都把整个版本都能解析的话，我都不是待在这里了，我是直接去做教练了，对吧？像这种就是分享这些实况视频，还有去讲解一些东西，主要就是让普通玩家对游戏理解会更好一些。因为这个游戏的学习成本就摆在那，你就是要去学才能玩得好。你不学，你只会说你有一个英雄你感觉挺好上手的，然后没了，对方新一个英雄你也不知道他机制是什么。你跟他打对线，对吧？那你有可能他技术菜，你还有1-2次机会能打得过。那你后面呢？段位上来了呢，你是不是玩得很难受？那你就删游戏是吧？所以所以说看到你们那种不好的评论，我也是有时候懒得理，我直接给你们拉黑。嘿嘿嘿，
有点玻璃心了。不过有一些确实，我说实话，你们可以去说，但没必要说到我身上。我只是提供一个思路，对吧？这里的话，对面选择去支援，那就赶紧推塔。哦，对面 TP 上线，塔 P 已经吃满了，优势已经打出来了，问题不大的。像把这波兵线看看能不能再推一推，啊，对方好像不好推啊。多喋喋不灭，反正利用那个小兵啊，往身上打打不灭。这里回去把那个日炎给做出来。像猴子的话，玩打野位的话，就是那种刺客流的一种打法，所以像那种猴子的打野的话，其实不太建议新手玩家去玩，因为熟练度得很高，而且对地图的理解，它是容错很低的。你要被发现，你要去给对面 C 位打针这种致命效果的话，我虽然说前面有发过哈。那个打野猴子的一个玩得很爽啊，然后打人打得也很疼啊，但容错很低的。这里的话找到机会，先集火秒掉一个。这里的话，对面德莱文根本就打不动这个猴子啊，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上单猴子啊，又肉又臭，而且 Q 技能打到 C 位身上又疼，你知道吧？对面的那个泰坦有点恼羞成怒的那种感觉，基本上没什么作用，他只能被动的去啊，如果他的位置在射手附近或 C 位附近，他能被动的去给输出给控制，这样是好事。但如果要去追击敌人的话，这边没有，就是对面没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团的那种，就是比如说超远程的一种开团的英雄啊。这个泰坦并不好，并不是很好的一个选择。我想想，我之前玩泰坦上单啊，是之前有试过连续赢10把，但那种阵容是什么？那时候有一次打5排，然后有一个打野的永恩加一个亚索，这样的阵容其实双人路的话，只要这中野会玩双人路，只要抗住压力，然后我一个上单的泰坦，那时候就做纯肉，你知道吗？那个版本到处都是秒，唯独只有泰坦能那种扛住那种伤害，吃伤害，吃完伤害永恩就直接可以超远程进场就完事儿了，就那种像那种技能真空期。不过那个版本还是有点久，好早之前。后来我又没玩上单泰坦，太那个什么，就太混了，根本就不是 C 的问题了。对方直接打过，追着啊，对面血都追没了，这泰坦还不上去扛伤害，又可血，血量又吸回来了。你会发现他 Q 有神分，是吧？Q 原先他自己就有 Q 技能就有回复效果，再做个神分，再加上可血，其实他在团战里面呢的恢复能力是很强的，所以就说那种又臭又痛，然后黏住你啊，日炎不断的去出伤害，这血量的话是没那么好杀的，回去把神分给做出来。猴子玩上单的话，我鼓励大家去玩。
对面太大，全程就盯着这个猴子啊，我就要敲你2下。这里过来转。哦，小火龙过来，但没伤害了，不能再追了。再追的话，在这边可以看到啊，一个小火龙追着3个人打，啊不，一个猴子追着3个人打，射手我都不知道在哪，这个射手根本就补不上输出。哎，发现现在开始了，就是到了赛季末期啊，大家发现寒冰的英雄是有点强势的，陆陆续续的开始有人玩了。之前我真见不到那个赛季初期，大家都对寒冰真的没能抱太好的那种看法。只不过后续确实陆陆续续增强了一些，特效装备的那个强度以后啊，寒冰就开始陆陆续续的就有人玩了。看到没有？这就是他的抖音。他的抖音 ID 啊，如果你们喜欢的话，可以去抖音上面直接去看他的直播。给对面打的是有点心态爆炸了。来了，找这个猴子。这里下的大招都打出来了。哎，小火龙的那个大招真的就是啊，叫一声妈，妈宝龙。他说哈妈宝龙，妈宝这个事情，就是大家对他来说啊，太那个，有时候在网络上，哎，这里的话直接开团，肉身开团啊，对面根本就扛不住啊。一个猴子一个人扛到4个人的集火啊，这血量还是算健康的吧？如果你说打到现在来说，因为德莱文都放弃打团了。哎呦，又被打断了。对面的话应该是直接回家了，没被打断的话还有机会逮到那个德莱文打。队友这波不回家补装备，你说是嘲讽吗？也是嘲讽，但游戏嘛，游戏有时候是吧，就需要有那种不折不挠的精神，这样的话才能体现一种竞技精神。有野。这里做了冰心啊，因为对面双射手，做冰心对他们来说就很难受。对面是吧？随着时间上来，哎，双射手的话还是有点疼的。不过有点啊，扛着塔去打，说实话，能不疼？这里控到了，但交闪枪去追就没必要了。有寒冰，他自己伤害完全是跟得上的。就是这时候就是啊，压缩对方经济，利用大龙去磨掉对面的高地塔。
这里知道对方打野在这边漏了。上来，一打4，我天！还收，还上去，这样子还敢上？有可血还说上一上，他这种就是纯在送啊。这里家里要去勾引，一个勾，没想到蹲来的是泰坦的一个勾啊！哎，说实话，这波不送的话 ，MVP 应该是到手了的。但寒冰这边输出很给力，可以。这边太着急了，这边如果就留 Q 等着那个把寒冰先秒掉的话，这局对面的小火龙可能真的要立大功。那这波大龙的话，应该是可以一波了。这边就围绕着猴子去打团就好了。这猴子又能输出，又能那个，又能扛伤害的。哎，先敲一下，上来就先给你来敲一个 Q。而且利用 W 假身啊，又能骗伤害，大招过来击飞。那这一期的上单猴子啊，就到这了，欢迎大家的收看，拜拜。